大家好呀，我是婚介所的丽姐，欢迎大伙来听我讲相亲故事。咱这故事啊，那可都是现实里发生的真人真事，精彩程度绝对不输给电视剧。要是您觉得故事不错，就给丽姐打赏打赏，就当请丽姐喝杯茶啦。今天要讲的这个事，那在相亲界可算得上是炸裂级别的大事件。现在大龄剩女们那是真着急了，为啥这么说呢？您瞧瞧。他们的要求高的连自己有时候都犯嘀咕，好多人实在没辙，就把目光投向了台湾相亲市场，想着说不定能在那儿改变自己一直找不到理想对象的尴尬处境。您还别说，台湾的相亲市场在不少人眼里那一直都是个香饽饽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年纪稍大些的女性，她们瞅见台湾的男士，一个个温柔细腻，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绅士范儿，就跟精心培养出来的似的。这一看，心动的可不在少数，好多人光心动还不够，直接就付诸行动了。咱今儿个要说的故事就跟这台湾相亲紧密相关，里面的情节那叫一个跌宕起伏，又惊心又刺激。大家可得坐稳当了，准备好吃瓜。这事儿得从一个叫李静的姑娘说起。李静啊，30好几了，妥妥的大龄剩女一枚。她在金融行业上班，挣得不少，模样也俊俏，打扮的那叫一个精致，一看就是那种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女强人。可她有个毛病，就是择偶标准高的离谱，这简直成了她找对象路上的拦路虎。我跟她认识好些年了，这姑娘打骨子里就是那种高冷型，对自己要求高得不得了，对别人更是吹毛求疵。像她这样的，旁人都爱说一句择偶标准太苛刻，可她自己压根没觉得有啥问题，总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优秀，就该找个完美无缺的男生。他还老是拿台湾男生跟大陆男生比，嘴里成天念叨着台湾男生性格温柔，心细如发，做家务那也是一把好手，还特别懂得体贴人，简直就是完美男人的化身。再瞧瞧大陆男生，他就觉得好多人都没这些优点，尤其是那些不会说甜言蜜语哄他开心的，他简直受不了。这不，有一天他就跑来问我，丽姐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台湾男生呀？我刚开始还以为他开玩笑呢，毕竟这要求有点特别。结果他一脸认真，那眼神就差没告诉我他势在必得了。我当时就有点无奈。您想啊，这相亲市场上台湾男生本来就不多，再加上他那高的离谱的要求，这难度系数简直爆表。我一时间都觉得心累，但话说回来，李静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现在社会上大多数年纪稍大的单身女性都面临着差不多的困境，年纪越大，合适的对象就越难找。像李静这样要求高的，一般男生见了都被吓跑了。他呢，就开始频繁地问我能不能给他介绍台湾男生，后来甚至自己跑到台湾去相亲。您说这急的真让人哭笑不得。折腾了好一阵子，终于有一天，他约我一起去见一个台湾男士，叫阿威。这阿威在台湾相亲市场上那也是小有名气，长得帅，家里条件也好，性格沉稳，是不少女生心仪的对象。关键是他听说了李静那些苛刻的要求后，居然还答应见一面，这可真让我有点意外。我心里虽然有点打鼓，但客户都这么坚持了，我也只能陪着去。见面那天，我陪着李静来到咖啡馆，我们提前到了，一进去就瞧见阿威已经坐在那儿了。嚯，这小伙子西装革履的，长得那叫一个精神，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，一看就是那种有修养的人。李静一看到他，眼睛刷的一下就亮了，估计心里已经把阿威当成他梦寐以求的完美男人了。刚开始两人聊得还挺愉快，阿威那叫一个有礼貌，回答问题也是不紧不慢，得体得很。我当时还寻思着，这场相亲说不定能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呢。哪知道李静一张嘴，直接把气氛给炸了。他轻轻一笑，问阿威哥，我问你个问题哈，你喜欢啥样的女孩子呀？阿威愣了一下，思索了片刻，回答道，我嘛，喜欢那种温柔体贴的女生，能操持家务还会关心人的。李静一听，眉头立马皱起来了。哦，做家务啊？我觉得这条件有点过时了吧，我可不太喜欢做家务。你看你这要求是不是太传统了？现在都啥时代了，女孩子都讲究独立，谁还一天到晚围着家务转呀？阿威听了这话，眼神明显有点不对了。
估计心里在想这女生是不是太高冷了。不过她还是很有礼貌，点点头说：“我明白。你是觉得女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？”李静接着说：“对呀，我就希望男生能理解女性的独立性。我可不想每天都被困在家里做家务，我的要求比较高，你能接受不？”阿威沉默了一会儿，抬起头看着李静说：“高要求倒也不是坏事，不过你能不能先跟我讲讲，你到底对男生都有哪些要求呢？我可不想光被要求着做个完美的男人。”李静笑了笑，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，说：“这是我的择偶标准，你看看能不能满足。”我凑近一看，好家伙，纸上密密麻麻列了整整10几条要求，什么身高要180厘米以上，学历至少本科，年收入得在30万以上，不能有家庭负担，还得会做饭，必须有车有房。这还不算完，最夸张的是，上面写着男生最好能陪我满世界旅行，带我吃遍全球美食，当然得对我百依百顺，还得理解我的事业。阿威看完之后直接就愣住了，眼神里满是不悦，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。他突然问李静：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这些标准除了基本的尊重和理解，其他的我咋看都不觉得合理。你觉得一个人能同时达到你这些要求吗？李静有点不高兴了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这就是我的要求，怎么了？你有意见？”阿威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了，他冷笑一声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真心想找个合适的伴侣，合着你这是在挑完美模型呢？而且你这明显是想让男生对你百依百顺嘛。我就想问，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，给彼此都留点空间？”李静一下子被怼得愣住了，他这人就是一根筋。缓过神来立马反击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要求高，觉得我不现实？要是你觉得不合适，那就算了，我也不勉强你。”阿威也不再客气，直接站起身来，脸色冷得像冰一样：“我觉得咱俩确实不合适。你可以继续坚持你的高要求，我尊重你，但我觉得咱们也没啥好继续聊下去的了。”说完，阿威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那个气啊，差点就想发飙了。多好的一个男生啊，就这么被李静给错过了，都怪他那一味的高要求。李静看着阿威的背影，表情那叫一个复杂，整个人都有点发愣。他嘴里还嘟囔着：“怎么能这样呢？他也太急了吧！”我看着他，忍不住感慨：“李静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挑剔了？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啊？生活中的另一半，更多的是要相互包容、相互理解，而不是一味的挑三拣四。”可李静根本听不进去，还是一脸坚定地说：“不行，我的要求不能妥协，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正适合我的那个人。”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心里明白，李静的故事可不是个例，好多大龄剩女都跟她一样。他们在追求理想爱情的道路上，总是因为过高的要求，一次次错过那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这种高要求到最后只会让自己离幸福越来越远。其实啊，像李静这样的情况，在我这么多年的婚介所工作里见的可不少。就说之前有个叫小敏的姑娘，也是30出头，长相和工作都不错，就是要求特别高。她不仅要求男方有高学历、高收入，还得有浪漫情怀，会制造各种惊喜。每次相亲稍微有一点不满意，她就直接拒绝。有一次，一个男生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，就是不太擅长表达浪漫。小敏就觉得人家太木讷，没情调，直接就没了下文。后来那男生通过朋友辗转打听到小敏的情况，还挺遗憾地说，如果小敏能给他一个机会，他愿意为了他做出改变。可就因为小敏的高要求，这段可能的缘分就这么错过了。还有个叫雅琴的姑娘，她把男方的家庭背景看得特别重，她要求男方父母必须是知识分子，家庭氛围要高雅，不能有任何不良嗜好。相亲的时候，只要听到男方家里有一点不符合他的标准，他就不再考虑。有个男生自身条件非常优秀，工作出色，性格也温和，就是父亲是普通工人出身。雅琴一听，连面都没见就拒绝了。后来他自己也说，其实挺后悔的，可当时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。再回过头来说李静，自从那次相亲失败后，他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，依旧坚持着他那些高标准。他又陆陆续续去参加了一些相亲活动，
也见过几个台湾男生，可每次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欢而散。有一次，他认识了一个叫俊豪的台湾男生。俊豪长得阳光帅气，也有自己的事业，收入也符合李静的要求。两人第一次见面聊得还算愉快，李静觉得这次说不定能成，心里还挺高兴。结果第二次见面，俊豪因为工作上有点紧急的事情，迟到了半个小时。李静就特别不高兴，觉得俊豪不重视她。俊豪一个劲儿的道歉，解释原因，可李静就是不依不饶。他觉得一个连时间观念都没有的人肯定靠不住。尽管俊豪后来做了很多努力，想挽回局面，可李静还是坚决地拒绝了他。又有一次，李静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宇轩的男生。宇轩学历高，收入也不错，还有车有房，乍一看挺符合李静的标准。两人见面后，宇轩对李静也挺有好感。可在聊天过程中，李静发现宇轩对旅行不是特别感兴趣，觉得他生活太单调。宇轩说自己平时工作忙，很少有时间去旅行，但如果以后有女朋友了，愿意陪他一起去。但李静还是觉得不满意，她觉得自己理想中的伴侣应该是跟她一样热爱旅行，能陪她看遍世间美景的人。就因为这一点，李静又放弃了这个机会。我看着李静这样一次次错过可能的缘分，心里真的很着急。我不止一次的劝她，李静啊，你看你要求这么高，合适的人真的很难遇到啊，你就不能稍微降低点标准，多看看人家的优点吗？李静每次都摇摇头说，丽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真的不想将就。我相信只要我坚持，总会遇到那个完全符合我要求的人。我也知道，像李静这样的大龄剩女，她们心里其实很矛盾。一方面，她们渴望爱情，渴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；另一方面，又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标准，害怕将就了以后会不幸福。但她们不知道，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，往往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磨合。在这个社会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，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。爱情也不是一味的追求完美，而是要找到那个能和自己一起成长、相互扶持、相互包容的人。大龄剩女们，真的要学会适当调整自己的标准，不然在这茫茫人海中，真的很容易与幸福擦肩而过。这就是今天丽姐要给大家讲的相亲故事，希望大家听完后能有所感悟。要是您觉得这故事精彩，别忘了给丽姐打赏哟。也祝愿大家都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找到那个愿意陪自己走过一生的人。